营业少，被黑，还受伤，程毅的粉丝为什么反而越来越稳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假设把这半年发生在程毅身上的3件事原封不动搬到另一个艺人身上，营业不算多，被黑铲钉上敲诈，拍戏的时候薇娅还出了事故受了伤，你觉得那个人的粉丝群体还能像现在这么稳吗？我跟你讲，这3件事随便拎出来一件都够一个艺人的粉丝圈焦虑好一阵子的。营业少，粉丝会催会急，被黑搞，粉丝要下场兑现，拍戏受伤，那更是心疼加愤怒。3件事凑一块儿，按常理这 fandom 该乱了。可程毅这边，你猜怎么着？不但没乱，反而越来越稳，甚至越来越干净。今天我就想认真掰扯这个事儿，为什么？但在我说我的判断之前，咱们得公平。我先把反方的声音整理一下，这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网上确实有一种声音，说程毅营业太少了，不够拼，也有人被一些负面稿子带过节奏，觉得这人怎么老有不同声音围着。行，这些声音存在，我不装看不见。但是等等，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，这2种声音恰恰是我今天要一条一条拆给你看的。因为拆完你会发现，他们不但站不住，反而反过来证明了程毅这个人的分量。行，接着说。第一庭，咱们先聊最近最出圈的高考季。你要是这阵子刷过程毅的超话，你会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面。满屏的不是应援，不是打头，不是哥哥好帅，是成绩单。中考的、高考的，一张一张往上贴，500多、600多，配的文案是什么？所付皆所得考的全会。我走完这一段了。我第一次刷到的时候，说实话愣了一下，因为这不太像我印象里的饭圈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演古装的小生，他的粉丝圈怎么会长成一个励志学习打卡地的样子？这事儿在饭圈里真的挺罕见的。我们平常说饭圈，脑子里蹦出来的词是啥？数据站、集资、控评、打头，对吧？很多 fandom 是以消费和数据为中心运转的。粉丝爱豆的方式是给他冲销量、冲热度，这没有对错啊，我不评判。但程毅这个圈子，他运转的核心不太一样。他的核心是一句话：所付皆所得。这句话在程毅的粉丝圈里几乎成了一种共识，你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，没有捷径。而他之所以能立住，是因为程毅自己就是这么练功，这么磨戏的。早年那些年，等一下，我得说准确点，别记错。程毅真正被大众记住，大概是2020年前后那几部剧。对，2020年前后，那之前他跑了挺长时间的龙套和配角。慢工出细活，他是一步一步磨上来的。所以你看，当一个爱豆本人传递出来的是努力就有回报这种东西，粉丝接收到的就不只是我喜欢一个明星，而是我也要成为那样努力的人。于是高考季，他们把成绩单当成给偶像的应援。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偶像和粉丝之间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。你努力，我也努力。我跟你讲，这种 fandom 真的太健康了，健康到有点稀缺。这是第一庭，我先记1分。好，下一个点。第2庭，也是我个人觉得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薇娅事故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程毅拍2京15日有一场屋顶逃亡的戏，需要调薇娅。结果拍摄过程中薇娅出了状况，她受了伤。具体多严重，我这里就不细说了，我不想把重点放在渲染惨状上，因为真正的重点不是她受了多重的伤，真正的重点是她之后的态度。事发之后，她本人第一时间发文报了平安，先把粉丝的心安下来，这个是有据可查的。至于后续处理，网上有说法说她没有借这事去闹，去甩锅剧组，还把功劳、把辛苦记在了幕后5行身上。这部分我得说清楚啊，我看到的是粉丝和一些报道的转述，我没拿到第一手的原话，所以我只能说据传是这样，你听的时候心里有个数。不过就算只看报平安这一个已经确认的动作，其实也够说明问题了。你想想，
受了伤，第一反应不是放大情绪，不是把事情闹大，而是先安抚担心自己的人。这个下意识的选择本身就挺能说明一个人平时是什么状态的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危机这东西其实是最好的人品测试仪。顺境里谁都能温文尔雅，逆境里那个下意识的反应才是你这个人真正的样子。有的人受了伤，第一反应是把流量最大化，诚意的第一反应是别担心。这话我说的可能有点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，不是说别人不好，而是诚意这种反应在那个当下是需要一点定力和格局的，而这种东西装不太出来。第二庭，我再记一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这么专心拍戏，这么不玩心眼的人，怎么还会被黑产盯上？这就是第三庭。咱们说点行业里的事。最近有个新闻，一个专门搞沪剧黑产的团伙被警方处理了。这个模式我给你翻译成人话啊，他们先操控一堆大 V 账号，主动给一部剧、一个艺人发负面舆论，然后呢，回过头来找剧组、找片方，你不是被黑了吗？给钱，我帮你删，帮你压。根据报道，单条删帖收费2000到3000块，整个案子涉案40多万。说白了，就是收保护费。至于落网多少人，我看到有说法提到具体数字，但这个我得保留意见，以官方通报为准，我不敢给你打包票。你发现这个机制的问题了吗？这套黑产，他专挑谁下手？往往就是那种专心做作品，不搞黑公关反击，手上没有一支水军帮自己打舆论战的艺人。因为这种人最干净，某种程度上也最好拿捏，你不还手，他就一直敲你。所以诚意会成为这类黑产环境里的受害方。你换个角度看，这恰恰能说明点东西，说明他就是那种把精力放在戏上，不玩舆论操控那一套的演员。当然啊，我这是从机制上的推断，不是说这个团伙就是专门冲他一个人来的。我想讲的是这个行业逻辑本身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真不是艺人个人能左右的。好，三庭聊完了，该宣判了。回到最开始那个假设，同样3件事，换个人还能这么稳吗？我的判决是很难，因为诚意这3件事能扛得住，靠的不是运气。高考季那些成绩单是所付皆所得这种态度长出来的果。薇娅事故里那个先报平安的反应，是一个人平时状态的自然流露，被黑产环境盯上，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干净，不折腾。这3件事其实更像是一件事的3个侧面。所以营业少这件事，我最后说回它，营业少从来不是问题的答案，作品和口碑才是。有些人天天营业，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有些人走的是长线，慢工出细活，这道菜越品越有味。懂它的人会懂，时间会证明。那今天这期就先聊到这。但其实关于低营业却高口碑这个特别反常识的现象，我这儿还有一层没说完，就是市场到底是怎么给这种演员定价的，这个逻辑挺颠覆的。我留到下期专门讲讲那个一直没人认真提的细节。咱们下期见。